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著名艺人程毅突遇状况，拍戏吊威亚从高空落平台上，工作团队回应5个惊人真相，影视行业安全隐患为何屡禁不止？在璀璨的影视世界中，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，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。古装剧《富山海》中，男主角程毅在拍摄高难度武打戏时意外从高处坠落，让人不禁思考，这样的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和问题？不仅是程毅，女演员黄日莹也在训练中受伤。现实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光鲜行业的安全保障。影视行业的高风险并非个案。根据2019年中国影视行业安全报告，在过去5年中，因拍摄事故导致演员受伤的事件频频发生，年均增长率高达15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每一个演员的辛苦和努力，也是对行业安全保障的一次次质疑。演员们为了追求艺术效果，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身体与心理压力，但遗憾的是，行业的安全管理机制却未能与时俱进。我们能否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，以改善现状？这不仅关乎每一位演员的安全，更涉及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。当艺术遇上危险，程毅的意外坠落，瞬间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影视拍摄的安全防护上。他身着戏服，英俊潇洒，但谁能想到在吊威亚时竟遭遇如此意外？画面中重重摔在地面的瞬间，令人心惊胆战。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网络热议，也让人们开始反思，剧组在追求艺术效果的是否忽视了演员的安全。此事件后，程毅的工作室迅速做出回应，表示他虽然受了惊吓，但身体无大碍。这一回应虽然让人松了口气，但对于影视行业而言，却是一次深刻的警钟。业内人士指出，随着古装剧和高难度动作戏的兴起，演员面临的身体风险也在增加，安全保障措施的不足愈加凸显。每个受伤背后的故事，除了程毅，女演员黄日莹在武术训练中也遭遇了意外，脸部缝了7针。这样的伤痛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残，更是对演员心理的挑战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恢复过程，展现了坚强和乐观的一面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。这一切背后，是一系列对于安全管理缺失的反思。在行业中，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。根据2020年中国影视安全调查，超过40%的演员表示在拍摄过程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伤害，而其中80%的伤害都是由于剧组安全措施不到位所致。这让人不禁想问，影视行业的快速发展是否在无形中牺牲了演员的安全？是速度还是安全？剧组的两难选择。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，影视行业面临着速度与安全的两难选择。为了赶工期，许多剧组往往忽视安全培训和管理，甚至出现一些剧组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安全的现象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反映了行业内部对于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。业内专家指出，影视行业应建立更为系统的安全管理机制，包括完善的培训制度和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。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采取措施，要求影视制作方在拍摄前提供详细的安全评估和应急预案。美国的 Hollywood Safety Program 便是一个成功的案例，通过系统的安全培训和评估，大大降低了演员受伤的概率。公众声音，演员的呼声。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，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看法，呼吁剧组加强安全管理。一位网友表示，演员为了艺术拼命，但安全问题却频繁出现，真的令人担忧。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引起了共鸣，社会对安全保障的呼声愈发强烈。
除了网友的呼声，行业中的权威机构也开始发声，提议建立更为健全的安全防护机制。这不仅是对演员生命的尊重，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未来发展的负责。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拍摄效率，成为了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。未来的希望：安全与艺术的平衡。未来，影视行业能否实现安全与艺术的平衡，仍然需要全体从业者共同努力。演员们应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，主动参与安全培训，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只有确保自身安全，才能在镜头前发光发热，带给观众更精彩的作品。影视制作方也需加强对安全管理的重视，做到安全第一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务必做好安全预案，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，以确保每一位演员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为行业的长远发展铺平道路。影视行业的安全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与行业发展、市场竞争和成本控制密切相关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，探索出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。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，不仅能看到精彩的艺术表现，更能看到每一位演员的安全与健康。回顾成毅终于火了，从被忽视到综艺 C 位，就连狗子都追不到他黑料。直到看到成毅从被嫌弃到有人递话筒，才知道他现在有多火。记得2016年那会儿，成毅还是个娱乐圈的小透明。在青云志的发布会上，他站在人群边上，几乎被淹没了，镜头全盯着那些成名演员。切蛋糕的时候，礼仪小姐直接把他忽略了，还是赵丽颖主动跟他共享刀具，才缓解了尴尬。但成毅没气馁，就默默努力，等着机会。还有在山河月明的杀青宴上，工作人员发红包，唯独把他给忘了。他伸出手去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冷漠和无视，只好尴尬地收回手。那时候他真是挺不容易的。不过到了2020年，成毅终于迎来了转机。他凭借《琉璃》这部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，名气也上来了。之后他还有了机会参加《奔跑吧》这档综艺。第一次录综艺，他挺紧张的，也不太适应。跑男团的成员们对他挺客气，沙溢让出 C 位，李晨还夸他帅。但在游戏环节，他因为不熟悉规则，询问的时候被金靖一句随便了就给打发了。布置战术的时候，金靖一脸嫌弃，不帮忙。尝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，嘉宾们开始不耐烦，嫌弃他，金靖还嘲讽他。幸好杨颖及时解围，帮他摆放牛肉，还给他讲解规则。在传话游戏中，成毅作为最后一名，背了黑锅。游戏失败后，导演直接把责任推给他，他当时就懵了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次综艺之旅对他来说真是挺失败的。之后，他对综艺就产生了畏惧，也意识到了娱乐圈的残酷。很长时间里，他都没再参加类似的节目，而是扎进剧组，提高演技，沉淀自己。直到《沉香如屑》和《莲花楼》大火，成毅才晋升为顶流小生，人气飙升。为了宣传新剧，他再次参加综艺，这次他可不再是被嫌弃的边缘人物了，而是焦点。节目组对他照顾有加，曾舜晞会把话筒递给他，蔡文静会安抚鼓励他，何老师也安慰他。这真是应了黄渤那句话，以前在剧组会碰到各种小心机，现在红了，身边全是好人。别的明星被狗子指认，成毅却让狗子破防。有狗子爆料说，成毅是内娱不会塌房的明星，因为他生活就像老大爷一样，被跟拍的时候不是在片场发呆，就是看剧本，手机都不太会玩。有次半夜出门钓鱼，被狗子追，他发现后还不好意思的给狗子买水道歉。成毅这2G 网的速度，压根就不会有黑料，
同组演员还善意提醒他，说他不太会用电脑。狗子保证他不会塌房，因为他太努力了，跑了10年龙套才出头。他因为流离崭露头角，却被黑了1年，直到《沉香如屑》上映，才重新获得认可。他为公司卖命，公司却处处打压他，受伤骨折了也没休息时间，想转型，公司不宣传，还让他接古偶剧来奶新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《莲花楼》真是绝世好剧，开播后好评如潮，央视还宣传了，但热度却因为公司防爆破不了万，每次上热搜都在凌晨2、3点，结局也草草了事。都说程毅是欢瑞太子，但实际上他更像欢瑞质子。希望他能摆脱公司的掌控，走向自己的主角之路吧。